川大凉山的大山之上，竟有一条被称作云端天梯的通道。它沿着悬崖绝壁而建，2556级台阶垂直攀升1400米，宛如一条蜿蜒的钢铁长龙，静静地浮在1000米高的绝壁之上。曾经这里是悬崖村村民进出山外唯一的道路，每迈出一步都仿佛悬于半空，脚下是深不见底的万丈深渊，走在上面仿佛踏上了一条通往云端的天路。而想要登顶，必须拥有超乎常人的耐力与胆量，才能真正体会到当地人不屈的勇气与精神。这已经是我们第2次踏上天梯了，今天就让我们再一次挑战这座惊险无比的悬崖天梯。大家好，我是小雪。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四川大凉山悬崖村，准备再次挑战爬悬崖村。今天应该不是挑战的，因为我们上一次就已经挑战成功了。今天呢，我们是来打破上一次的记录的。我记得我们上一次来的时候还是3年前的，没想到都过去了这么久。上一次我们登顶用了2-3个小时，那就看今天能不能打破上一次的记录吧。现在我们出发，我们拭目以待。这里呢是悬崖村的起点，大家看上面悬崖村。其实呢，它是被外界称为悬崖村的，它的原名叫做阿图列尔。阿图列尔在彝语里呢叫做我刚所石，意思就是悬崖上的村子。我们来计个时，现在是9点52，看一下登顶需要花多长的时间。这里呢就是钢梯的起点了，在这旁边有一块牌，上面写着悬崖村的简介。我们来看一下，阿图列尔村被外界称为悬崖村，悬崖村与地面垂直距离约800米，这个落差还是挺大的。山路陡峭难行，一道陡峭的藤制天梯将其与外界相连。在2016年8月的时候，悬崖村开始使用钢管代替此前的老旧藤梯。又在同年的11月初，新天梯建好，共计2556级。现在我们开始挑战。这才叫爬山，需要手脚并用。相比我们之前爬过的那些山，之前那些只能上登山，这才是真正的爬山。这个地方之所以会修这个钢梯，是因为它没有办法修路。你们看它这个坡度，就是一个陡峭的山壁，如果修路的话，根本是行不通的，只能修这个钢梯。你好，兄弟，你们这个是不是在打光圈啊？对。这材料都是你们挂搬上来的？哇，这么重的材料都能搬上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上面。这旁边这个峡谷呢，叫做古里大峡谷。下面那条河叫做美姑河，现在是属于雨季，它的水量比较大，水也比较浑浊。悬崖村呢，现在处在于一个开发阶段。上面的村民大部分已经搬离出去了，搬到县城里面去了。这2位师傅在安装光纤，太佩服他们了。我们的空手都已经
很难爬上来了。他们还要负重前行，还要搬着光纤上来，光纤是非常重的。虽然说我在3年前就已经爬过悬崖村了，但是呢，这一次我依旧觉得这个地方是我去过所有村庄当中是最难爬也是最难到达的一个地方了。村子的海拔是在1400多米，我们的起点是在600多米，需要爬800多米的垂直落差的山体。大家看底下，我们大概爬了200米左右吧。这才哪儿到哪儿呀？这一段还是比较好爬的。你们猜爬悬崖村最费的是什么东西？最费的不是食物，而是水。看这个垃圾桶，都装满了，全是水瓶子，都已经装不下了。我们一路走上来呢，这些垃圾桶全是这种水瓶子。哇，我的天哪，太陡了吧！从这一段开始呢，接下来的路程将会是又陡又险。比较好走的路段，我们差不多就已经走完了。后面呢，全是这种难走的路段。这一段和刚才那段比起来，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好多人走到这里就已经放弃了。爬这个钢梯把我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的。钢梯的所见之处全是紧贴着这个崖壁的，旁边就是悬崖了。哇，我的天哪，这也太高了吧，把我看得头晕目眩。这还只是一半的路程，如果说你爬到那个悬崖村，从那个悬崖村往下看的话，更加的吓人，更加的夸张。哇，我的天哪！你们看，这一段也太陡了吧！它的落差非常大，几乎是与地面垂直的。这一段呢，它是整个路段中最危险的一段了。每一步走的都是小心翼翼，步步惊心。有句话是这么说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吧。我终于爬上来了。坐一下先。我的妈呀，这也太吓人了吧！刚才从底下往上爬的时候还没有这种感觉，但是呢，你从上面往下看的时候，这个视觉冲击力是非常大的，感觉要随时跌落的感觉。如果说从这里跌落下去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真的非常的吓人。我看我们对面，在我们对面呢也是一个村庄，他们的出行方式呢也是靠这个钢梯。他们这个房子就是修建在这个崖壁的旁边的，太吓人了感觉。如果说让我在上面居住，我肯定是不敢的。
我们继续往上爬。这一段是旋转楼梯，底下它是悬空的，靠几根钢管支撑。走在这上面要特别的小心。哇，仿佛行走在云端的感觉。现在太阳都出来了，这个钢管呢，在太阳的暴晒下，还是有一点烫的。它表面应该是涂了一层，然后隔热的，要不然的话更烫。这上面呢是一个观景平台，这上面还放着一个桶，里面呢是水，上面写着悬崖村服务站，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水，然后上面还有价格。它是没有人售卖的，它是全靠自己，你要什么水，然后直接扫到微信上就可以了。这个观景平台搭的有点潦草，你看间隔比较大。哎呀，算了，还是不要上去了，我怕不小心摔下去。我的天哪！这一段好惊险呀！它底下全部是悬空的，它是靠这些钢管，然后一层一层给它支起来的。大家可以明显感觉到，我们是在这个崖壁的边边上走的。哎，终于给爬上来了！我记得我们上一次爬到这里花了2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时间，现在是13点40，我们上来的时间是9点50，差不多花了4个小时的时间，比上一次还多了1倍的时间。我的天哪，这一次糗大了，打脸来得太快了！我还说挑战打破上一次的记录，没想到今天实现不了了。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钢梯，这条钢梯像一条巨龙盘旋在这座山的山体上，非常的震撼。我们还需要走一段时间才能到达村子里面，以我们今天的速度，大概还需要花1个小时。看那边。在我们的对面还有一段钢梯，我们还需要爬越这座山。可能是因为这次的天气原因吧，上一次我们来的时候是一个冬天，那个时候爬山不费劲。这一次呢，这个天气是又晒又热，拖慢了我们的爬山速度。哇，我们终于到了！我们费了9牛2虎之力，终于爬上了这个悬崖村，太费劲了。身上带的水都已经喝完了。他那里有辆摩托车，这里的变化还是挺大的，应该是通了路的。现在，我们的水已经喝完了，这里呢应该是一个小卖部，我们去买一瓶水喝，实在是太渴了。老板，老板，哦，老板有买水你们了？冰的。
突然在强光的照射下，然后进房间里面，你看不清了。你们还是住在这上面吗？对，我们在上面搞养殖。哦，对，主要养的是些什么呀？羊、牛。还有小朋友。你们要矿泉水吗？有没有冰红茶？来一瓶冰红茶。一瓶吧。再来一瓶常温的矿泉水。哎，一共多少钱？35。来，哎，扫哪里啊？扫这个吧，放手机上面。你们哪里来的呀？我们从贵州过来的。你们搞直播吗？没有，我们拍视频的。你们现在还是从那个天梯上面爬上来吗？对，那边的路太远了。路的话，我看那个通路了，是从哪里过来啊？通路的话要往雷波方向。哦，好远呀、哪里过来啊？对，雷波方向的话，那边的话要车子走的话，要那种皮卡车才能上来。是有越野车那种啊？对。一般车还是开不上来。摩托车的话，一般人不敢坐，哦，因为那个沙子嘛，跟那个沙路差不多的，容易打滑。我们的话就直接走这里比较近。哦，还是走这里近啊？对，那你们这些羊，然后准备卖了，怎么弄下山啊？从那边赶下去啊，哪边？就那边远的路，远的路啊？远的路哦要走路的话，我记得你们以前是3-4个小时。 3-4个小时啊？对，背下山的话，就人家要的少的话就背下山。哦，就是要的少，还是选择背下山？对，哇这条路是最近的，就从这边的话，要是赶得下去的话，必须得走个3-4你们爬个小时。这个要爬多久？我们不背东西的话，也不用啥，不背孩子的话，就走1个多小时就上来。1个多小时。对，哦，还是你们当地人厉害一点。是。这些水是你们背上来的吗？对，哇，一次能背多少斤啊？我的话不背，我家老公背。哦孩子，我的话背孩子上来就行。哦，现在还有人家在上面搞那些。只有4-5户。只有4-5户啊？对，今天的话，昨天他们下山了。以前有多少户啊？以前的话，总共好像是70多户的。 70多户啊？啊，然后不是就开始，这地被承包了之后，还有搬迁了之后，就留那些搞养殖的房子嘛。啊现在那些房子是被拆迁了的嘛？哦，要拆了。哦，对，拆了的，有些房子就是那这条路挖通的时候，有挖机上来把它拆了的。你也应该挺年轻的哈，应该是90后。对，90后。你是嫁进来的吗？对，我老公是这里你嫁进来多久了3年。 ？3年。对。哦，才嫁进来不久。 3年前我没来过啊。 3年前好像这里我们来的时候这里没有人。现在这里在搞什么景区吗？对，就是悬崖村旅游景点嘛。哦。这个路也是那个景区搞的吗？路的话是国家搞了一半，有一半是这边有那个承包橄榄树公司挖了一半。橄榄树。对，就是它有种植他种的这种树是吧？植物，承包了这里种那个橄榄树嘛。就是那个橄榄，接着那个橄榄可以榨油。你们这里吃水方便吗？吃水的话要在山上拉下来，从山上拉下来，那个山上崖壁出水是吧？反正就是下大雨的时候会水管堵了嘛，堵的话就要走个3公里左右去修水管。要去修啊？那挺难走的。水管的话都是自己去接的。哦，一般不坏的话还好啊，坏了的话就麻烦。下雨，你们今天来的时候是不下雨，昨天还在下一点雨，对。然后昨天就水管断了嘛。像你们平时的话，多久下一次山呀？我们的话，有事的话有可能1个星期都会下。我的话，我老公的话要背物资的话，基本隔1-2天就会下去一趟。哦，太厉害了。走路都费劲，空手都费劲，还不要说背东西，负重前他们背行。习惯了嘛，因为以前没有公路的时候，他们都是靠那个钢管路上来，都是背东西下来，背了习惯了。你老公应该是从小就出生在这里哈？对，就这里的。现在你们养的有哪些啊？我们养羊，放在后山。哦，
一般的话2、3天去喂一次盐。这边的话有橄榄树不能赶回来，赶回来的话会吃别人家的橄榄树。哦。看这儿，还有一台洗衣机。这个洗衣机呢，也是他们从那个天梯底下靠人工背上来的。想象一下，到底有多难？现在这上面仅有几户人家在这上面居住，当然他们也不是长期在这上面居住，他们有的是在这上面搞养殖，有的是在这上面开小卖部。因为这个地方来玩的人还是比较多的，卖东西的话也有收入。这个村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全部搬迁去县城里面了。这栋房屋的屋顶都没有了，还长满了草。这边还有一棵桃树，这个桃子怎么这么小呀？可能是因为这里海拔高的缘故，它的桃子成熟的比较晚。你们看，这里有一条小溪。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高，还真是啊。这个水应该是流向底下那个古里大峡谷里面的。别看它这个地方这么高，但是呢，它是不缺少水源的。悬崖村这个村子呢，它的高低落差比较大。这些房屋都是修建在一个陡坡上的，你们看。这些房屋从古至今都没有改变过，还是这种土坯房。有的房屋都已经垮了，因为他在搬迁的时候，那些人就没有回来这个村子了，房子没有人维护。这里面好多地都是丢了荒的，因为好多村民已经搬离出这个村子了。剩下来的几户他们是不需要耕种的。听刚才小卖部的老板说，这块地已经承包出去了。在这片山上种满了橄榄树，因为这个橄榄树的原因啊，这里还通了路的。我真的佩服咱们国家的电网，这么高的地方都是给他们通了电的，并且呢还通了网。你们看那里，那里呢就是一根电缆，一根光纤。来到这上面，不得不佩服咱们国家的电网，在这么高的地方都是通了电的，并且呢还是通了网的，真的是太令人不可置信了。之前我们来的时候还是4G 信号，今天呢直接是5G 信号，信号都是拉满的。这个村子里面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都是这种土坯房。这个村子呢整体呢就是这个样子的。现在我们准备走了。其实这个村子早在200多年前呢就已经存在了。在200多年前呢，一群彝族人，他们为了躲避战乱，爬上了这座悬崖，住进了这座高山，便在此地安居乐业。世世代代的彝族人呢，他们在此繁衍生息，形成了现在我们所看到这个阿土利尔村。因为这里气候温和，日照时间也长，土地也肥沃，地形呢也是易守难攻。这要是放在战乱的年代，绝对称得上一个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吧，我们下次再见，拜拜。